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来做杏仁酥，还有番婆饼 Kui Pancake， 我们称它万吉饼。希望舅舅的做法大家也会喜欢。首先，将120毫升食用油倒入料理盆中，此食谱只需要一般食用油、玉米油或向日葵花油都行，如此一来才不会混淆了杏仁的香味。接着，将80克糖粉过筛加入，这糖粉是舅舅自己处理，比较纯正，因此80克就足够甜了。如果您的糖粉是购买的，可以添加至100克。甜度可以自己拿捏。是的。接着加入1/4小匙盐，在一起拌匀。加一点盐可以提升糖的甜度，当饼干化在口里时，味觉上比较有层次感。甜中带点咸，不甜不腻，可以这么说。接着筛入180克低筋面粉，这低筋面粉分2次筛入，方便拌匀。先筛入一半，再稍作混合，将湿性的油糊与干性的粉料先做个初步的拌合。接着再将剩余的面粉完全筛入。过筛时，最后残留在筛网上的粗颗粒，可用手或刮板搓一搓，助通过筛网，才不会造成粉料的损耗，而影响到最终成品品质。接着筛入食用苏打和发粉各1小匙，这发粉又称泡打粉，这2种粉料都属复配蓬松剂，能让成品更酥脆一些，少量摄取对健康不会造成影响，无需担心。最后再筛入120克杏仁粉。这杏仁粉是买现成的吗？是的，这杏仁粉非常普遍，到处可以买到。如果将杏仁粉换成青豆肥，就变成青豆饼了，是吗？只要做些小调整，理论上是成立的。关于青豆饼，舅舅有个很完整的配方供大家参考，欢迎大家可点击右上角视频。接着继续用刮刀将材料以切拌的方式混合，尽量从底部翻拌起，这样才能避免底部残留干粉状态。当所有粉料混合成松散小颗粒后，这说明此时粉料已经被油糊吸收了。接着可用手将松散小颗粒面絮聚合成团，此时千万不要用手大力或过度搓揉，这会是怎样？这会导致面团出筋，同时也会造成烘烤后的成品收缩变形，最终影响成品酥脆度，变成硬硬的，是吗？对。最后用手抓起一小斤面团，轻轻一捏，面团不松散，就可以开始给饼干塑形了。拿出一个塑料袋，一边剪开，勺入适量的面团，将塑料袋覆盖上，再用擀面棍将面团擀成约1公分的厚片。将两面整平，尽可能保持厚度一致。接着将覆盖表面的塑料袋掀开，将模具沾点干粉防粘。这用的是什么粉？一样是低筋面粉。接着一片片按出，取1颗蛋黄，再加入食用油与清水各1小匙。拌匀后，再均匀涂抹在生坯上，加了油和清水稀释的蛋液。饼干烤熟后油亮亮，不会有焦灼的感觉。接着取1片杏仁片铺在表面上，这样点缀很好看。对，比较能够凸显出饼干的特色。除了杏仁片，还能用其他的吗？可以，这杏仁片可以用其他坚果类取代，而且都不用烤熟。在杏仁片上再抹些蛋液，这样烘烤后的色泽比较一致。预热10分钟后的烤箱，160摄氏度，
烘烤30分钟，各家烤箱性能有异，此部分还请自行调整。烤熟后的饼干，冷却后才能享用。很漂亮。是的，外表很清爽，色泽上很统一，没有参差不齐的感觉。而且很简单，前后才1个小时左右。是的，量少也有关系。此食谱完成后共69片。好了，继续再做翻婆饼。舅舅的食谱用的是西米粉，一般都用木薯粉，是吗？是的，首先倒出450克西米粉，再加入50克粟米粉，两种粉料共500克。接着将两种粉稍微拌匀，烤盘底部垫上烘焙纸，再将4片斑斓叶剪成小段，每段长度4至5公分。将粉料倒入再摊平。也可以用炒的是吗？是的，可是用烤箱烘干会比较方便，用干的或炒干比较费力，而且干粉很容易飞散，很难掌控。150摄氏度，90分钟烘干。烘烤45分钟后，取出，将粉料翻拌，接着再继续烘烤，另45分钟。烘烤完毕后的粉料足够干燥，静置，待冷却后使用。需要隔夜吗？不需要，只需降温3到4个小时左右即可。去掉烤干后的斑斓叶，再将粉料过筛。烘焙纸保留，不要清洗，一会烘烤成品时会用上。烤干后的粉料细致轻盈，记得动作放轻。接着少取400克待用，料理盆中剩下少量，后续就当干粉使用。取出另一个料理盆，置入2个蛋黄。注意，只有蛋黄。是的，再将100克糖粉过筛加入。若没有糖粉，改用一般细砂糖也行。100克糖粉，甜度适中，无需再减糖的分量。喜欢更甜一些的朋友，糖粉可多加20克。先将糖粉与蛋黄拌匀，这样就能避免打拌器打发时发生糖粉四溅的窘境。再中高速打发约30秒后，加入少许的盐，中和糖的甜度。再将粘在盆边的食材刮下，再继续拌打，这样才会均匀打发。对了，舅舅在此温馨提醒大家，舅舅的食谱以一般家庭手做出发，不会有过甜过油的问题。大家可以先少量跟着食谱做，这样就能避免自行删减材料而翻车了。是的，舅舅完全不隐藏式分享，跟着食谱做的朋友一般都能成功。一直拌打至蛋糊呈乳白色，后半阶段拌打约1分半钟，整个完整拌打过程约2分钟左右。这里给大家看看完成拌打后的效果。将备好的400克粉料再次过筛加入。前后需过筛2次吗？对，当年舅舅上课时，老师有特别强调。Oh my god， 顾着说话，忘记放轻动作。哇，这粉真的很轻了。跟着做的朋友们要注意了。为什么要过筛2次呢？据我老师的说法，这做法会让成品更细致与酥化。其实当时舅舅也不完全理解，只是拼命的抄笔记，所以这里恳求完全理解朋友，请在视频下方留言赐教，与大家分享您的个人心得。舅舅在此谢谢大家。将食材稍作拌匀，取出浓椰奶油，这是200克包装，在不摇匀的情况下，将包装上端剪开，将浮在上层的浓稠椰奶油轻轻勺出，底层不用。舅舅共勺出120克，
接着全部倒入粉料内拌匀。这步骤攸关成败，所以舅舅会比较警惕。为了让粉料更全面汇匀，可将手洗净，如视频中一样搓揉。此刻如果感觉粉料不够湿润，可以将剩余的椰奶油适量加入，一般只需多添加个1-20克。完成后的粉料如视频所见，湿润且松散，用手捉起紧捏，却能成团。这样就对了吗？算是成功一半了。取出模具，将剩余干粉铺上防粘，将粉料填满模具，再按至紧实。接着用刮刀将多余的粉料刮去，再将生坯敲出。相同的步骤一直重复至完成。将半成品生坯一一摆入烤盘中，底部垫上是烤粉用过的烘焙纸。此食谱完成后，成品可装编号8080小罐，共1罐半。为了添加一点节庆氛围，可以用牙签沾上一点红色素，将生坯一一点缀，放入预热后烤箱内，160摄氏度烘烤30至35分钟。温馨提醒大家，这万吉饼必须烘烤至表面微黄，内部才会足够酥香。因为自家烤箱有异，烘烤时长还需自己自行拿捏。完成后的成品，表面与底部色泽统一。降温可先自行试味，如果成品内部不够酥化，可加时再次烘烤。哇，这样肯定成功了。是这样说，没错。好了，简简单单的2个年饼，喜欢就做起来吧。请大家按赞、留言再分享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再见。